各位好，又来到了我的美国流水账故事。前情提要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我小学毕业没有多久后就到了美国读书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半工半读了1年半才突然觉醒，发现即使长辈亲戚不同意，但自己真正的志向是创作。YOLO！ 一夜之间，我退了学，辞了工作，退了住处，从圣地亚哥开往洛杉矶。我的目标，顶尖的艺术学院 Art Center 长在那里。Los Angeles 洛杉矶距离圣地亚哥车程2小时，除非你在白天开过去，那就会变成5小时，而你的车将变成你的坟墓。装着我一切的东西，也就是2箱行李，开着我的破烂2手 Yaris， 终于抵达了这个未知的圣地。其实我早就耳闻过一些洛杉矶的传闻，它是美国的亚洲首都。没错，这里早就被亚洲人给占领，看到的中文字也远比英文来得多，甚至完全不用说英文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生存。而对于住在圣地亚哥的华人来说，洛杉矶就是用来暂时解决思乡病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身为一个台湾人，只要在3年内没有摄取到盐酥鸡、臭豆腐、面线、霸丸，你的台湾的血液就会沸腾，使你当场晕眩，并且猝死。并不是说圣地亚哥没有台湾料理，但是主打台湾料理的餐厅卖的东西，大部分早已调整成美国人的口味，菜单上更是仅存几样美国人比较能接受的餐点，长得像变种鸡米花的盐酥鸡，还有因为神奇的宇宙能量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每家台湾料理店都主打的小笼汤包。小笼包甚至不是台湾料理，而美国人眼中合格的台湾餐厅，饮料菜单上更是绝对少不了珍珠奶茶。其他的台湾美食，大肠面线，你绝对想不到它里面有名为大肠的材料。要是让土生土长的白人 Ben 看到的话，他一定会说Intestines? No! That's where poo-poo goes through! 猪血糕跟鸭血 Blood cakes? Gone! Butternut? Oh my god! 臭豆腐更他妈不可能，这样的食物比起拿来吃，用来杀死 Ben 还比较有机会。但充满华人的洛杉矶可就不一样了，听说那里不只有以上的食物，连全部合体的大肠鸭血臭臭锅都有，那里充满着未知，却让我兴奋、期待、饥饿。到达了洛杉矶的我，在洛杉矶唯一的朋友 Sky 的帮助下，迅速的找到了落脚之处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任何一个家人以及 San Diego 的朋友知道我已经偷偷的来到另一个城市。我像是来自俄国的间谍，你可以叫我的 Spy Boy。带着爱、勇气与希望，我终于要开始迈向 Art Center 的错误。Art Center 可不是随便就能申请，它需要作品集还有成绩单，要同时达成这2个条件，就是先进去那个名为 PCC 的社区大学 Pasadena City College， 它又名 Art Center 的跳板，不只跟 Art Center 长得很近，还有比一般社区大学更多的设计相关课程可以拿，在那边不只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，还可以一面充实自己的作品集。所以带着爱、勇气与希望，我要先进入 PCC 错误。在进去 Art Center 之前的进去 PCC 之前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就是活着。没错，离职又搬到了洛杉矶，存款高速下降，我的人生进入了非常时期。现在每一分每一角都要谨慎的使用，否则不要说申请 Art Center， 就连去 PCC 之前，我都有可能命丧黄泉。借钱 impossible 不可能。身为 The Spy Boy， 我目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机密，否则别人一定问东他西骂南北。家人更不用说，我可不能让任何的分子与原子动摇到我的决定，所以一切的物质支柱都是0。此时此刻没有退路。就这样，我人生的第一个穷人生活，也就是最衰的生活开始了。而我住的地方就是史上最便宜的车库房。先不论这到底合不合法，总之为了省钱，我住进了一个车库改建成的房间里，没有对外窗，没有门牌，没有热水，没有门。What？ 没错，没有门，只有4面墙，墙就是门。我的钥匙就是这个车库遥控器，每当要进出时，轻轻地按下这个精美的按钮，我房间的其中一面墙，也就是门，就会展开。这个房间的浴室只有马桶跟洗手台，没有淋浴。每当要洗澡时，就要1打开墙，也就是门；2走出车库；3走上楼敲门。此时将出现2段分歧，路线 A 没有人在家，您今天不可洗澡。路线 B， 房东打开了门，你可以进去使用他的客位洗澡。除了房东送了一个躺下去会的沙发床以外，这个车库房是空的。没错，大部分的美国租屋处不像台湾会给你基本的家具，而没有预算的我开始在刊登2手家具的论坛爬文。说到家具，身为一个准设计师，比床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工作桌，而它当然是越大越好。这个长200公分的 IKEA 桌子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。我从这位和蔼的印度人家买回来后，他4根坚强的脚站在地上，才怪。那天我躺在床上看着这张刚买回来的书桌，突然发现了诡谲。这个桌板非水平线，它的中段往下塌陷。我觉得奇怪，立刻检查了桌上的东西，没有，我的桌上并没有放重量级相扑，并不是重量使它凹陷。我把它翻过来 ，damn，
这个洞让我发现这桌子需要5根脚，而不是4根，而且桌板下面还有马克笔写的377 Tracy。377 Tracy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告诉我 Tracy！ 死印度人拆掉一只脚也不先跟我说。家具都买好后，这个家的其他问题开始慢慢浮现。由于这个车库是一个地下室，意思就是没有通风，我亦不可能为了通风让我其中一面墙随时保持开启的状态，所以一切的空气循环都是仰赖这个外接式的冷气机，而且只要我在室内，它就必须被开着，一旦关机，这个空间就变成封闭的毒气室，只剩停车场的味道。但是才没住多久，这个冷气就开始造孽。起初我开始意识到地板上开始随机的出现一小滩水，那时候我还以为是房东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尿在地上，所以只是用纸巾擦干净。但是几天后，我普通的从普通的一觉中普通的醒来，但当我一下床，一脚踩到一滩水上，差点以为是自己尿床，但是那个面积是个池塘的大小，就算我4天没尿掉也绝对没办法那么大量。凶手果然是冷气机，漏水了整晚，却不像一般的冷气机漏水时滴答滴答让人立刻发现，这台冷气机流水不出声，那是阴险的放肆。赶紧擦干净之后，我跟房东说了这件事，好在他用非常认真的神情跟我说，交给我1天就把它修好。1天后，我看着同样的冷气机，下面多了一个有深度的亚克力容器，上面的纸条写着，水快满时倒掉就可以了。PlayStation， 这个容器送给你。我看着纸条，再看看冷气，勉强挤出呵呵2个字。总之，在冷气的问题解决或是没有解决之后，我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户头，好险之前在圣地亚哥是有存钱，再加上选了车库房这样的地方，我的存款在拿去付完房租、定金以及二手家具之后，还剩下一些，足够我悠闲的找到下一份工作才怪。花了2个礼拜，好不容易安顿了下来，我的手突然超痒，仔细一看，莫名的长了一排的水泡，我一眨眼，它就扩散到整只手心，乘以2，是汗疱疹。但是在美国可没有健保这种东西，擅自开医生只会破产。在这种非常时期，我唯一能拿来与之对抗的武器就是意志力，只有意志力才能防止我疯狂抓痒。但是就在我忙着不去抓痒的时候，我的牙床竟然也开始痛了起来。我一心想着，不可能吧，不会那么巧吧，一面照了一下镜子，脏鸡巴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是那愚蠢的智齿，那根智齿横歪乱长，在这种时候长出来就算了，甚至下面还没有对应的牙齿，导致每当我咬合时，下面的牙肉就被刮伤。这2件事情的发生，让我必须加速找到工作，只有找到工作才会有钱，要有钱才能处理这2件事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搜寻附近的工作职缺。找工作那有什么难？我可不是原始人，只要电脑跟网络1毫纳秒就可以抓到所有附近的真人资讯，可以轻松找到自己最有兴趣的工作。No。找工作比我想象中的难，网上找到的职缺不是到现场就发现早就没有真人，时间对不上，不然就是要精通3-4种语言。没错，在洛杉矶这个充满华人的地方，会说英文又会中文根本就是标配，不像在圣地亚哥可以加那么多分。那时的我完全小看了打工求职的难易度，同时银行账户的钱越来越少，让我开始担心了起来。更衰的是接踵而来，某天就在我一面手痒牙痛一面找工作时，我的笔电突然宕机，并且在我面前死去。我大叫 Jesus fucking Asus eat my anus， 并不是因为 Asus 的电脑不好，其实它的寿命本来就差不多了，但是那时刚刚好，那时是一个绝不容许它去世的时刻。眼看着户头的钱快要见底，又要买一台新电脑，我铁定要开始过着3餐吃泡面的日子。我盯着摆烂不动的笔电高达半小时，决定让它长眠。我开到了附近的图书馆，上 Dell 的网站组了一台桌机。没错，我选择了3餐泡面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每天晚上使用电脑是我心灵唯一的依靠，就算只是听听音乐看看 Facebook 也爽。没有电脑，我在这里就跟坐牢没什么两样。我按下送出订单的那一刻，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只剩下10位数，我的心碎烂。我说服着自己，这是一个投资，这个电脑最好陪我到 Art Center。我看着刚印出来的收据 Shock，配送日期竟然是1个多月后，什么鬼蝸牛效率？愚蠢的我竟然没有先确认这最基本的资讯，就把卡刷了下去。这下子不止钱没了，还等于要空转1个多月。早知道就拿这些钱去买擦手的药，需要电脑时去图书馆。我一面责备自己的愚蠢，一面安静地开回车库房，连播放音乐的心情都没有。回到家后，我又饿又累，看着又满出来的冷气水，凹陷的4角桌子，特价时买的2箱泡面，智齿又再度痛了起来。我第一次懒得去管冷气水，直接趴到床上。我盯着天花板，闭上眼睛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最烂的是没办法跟任何一个人诉苦，没有办法求救张角蛇，也没有蘑菇洞做菜。我一面想着，一面感觉到视线模糊了起来，觉得自己连屁都做不好，开始思考要怎么搬回圣地亚哥。但是
这个觉得自己很烂的情绪越来越强大的同时，我又感觉到了另一个情绪，那个情绪跟忧郁一样不舒服，但是却给了我动力，那是不甘心的情绪。对，老子他妈都已经放弃了一切来到这鬼地方，卡都刷下去，泡面都吃了好几天，最好会因为电脑死掉这种烂原因放弃。既然没法用电脑找工作，就一家一家从路上找起来，像原始人一样，附近的拉面店、寿司店什么的，一条街直接地图炮刷过去全问一遍，没有就下一家，再下一家，再下一家。我开着开到了这个名叫半糖的珍珠奶茶店，我推开门，看到墙上挂着 Help Wanted 的牌子，巨感谢你了，贼感动呢。那我明天就来上班。好啊，我们现在还很缺人，如果你有朋友有兴趣，也可以请他们来应征哦。在半糖开始工作后，我的生活终于上了轨道。手上的汗疱疹后来没有擦药就神奇的自己痊愈，整只手掌直接脱皮，牺牲的肉变得像婴儿嘴唇一样滑顺。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得汗疱疹，缺了一只脚的桌子被我取名叫377 Tracy， 除了微微下行以外，从来没有坏掉过。1个月后，终于出现在我家的电脑，也陪我画了无数张的图。他们跟我一起奋斗到了美国生活的最后1年。冷气虽然继续狂漏水，但是只要每天睡前先换好，就不会满出来。智齿又有2颗探出头，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。这段期间虽然听起来又穷又惨，但要比惨还有能力买电脑的我一定不是最惨。而且回过头来想，穷生活有穷生活的好玩，想看电影就去当时苟延残喘的百事达租，每天3张都吃泡面吃了几个月之后，让我现在变成吃了什么都觉得好吃的全食者。车库房其实很像一个秘密基地，虽然感觉超级违法，但房东也算是个好人。就这样，我的洛杉矶之旅在那个车库房开始了。Yeah， 今天故事就这样咯，好想睡觉。接下来继续唱名会员小饼干。郭芷云、江阿啾 ，Really？ 窗话、李才颖、潘毛毛、不可食用椰子油、曾瑞里、公案之子言、蔡佩恩、Para、大黄蜂、狂欢客、Joe Chow、Mr. Wang、最可爱的饼干文慧、饼干奶茶、Ben Zenjin、乌喵、CAAGAIDLLM。以上，我们下次见，晚安。